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尹锡悦访美全盘失败，朝鲜半岛可能迎来政治动荡。4月底，韩国总统尹锡悦携带夫人访问了美国，他不惜得罪中国、俄罗斯以及整个朝鲜半岛，对美国总统拜登是极尽阿谀奉承、委曲求全，但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却很可能会给韩国带来一场全面的政治危机。韩国之所以存在，不是靠武装斗争或者是民主选举，而是靠美国的扶植才有这么个国家的。所以在美国面前，韩国是永远站不起来的。但是像尹锡悦跪的这么干脆，而且不给自己留余地，那也是让全世界都很诧异。总结起来，尹锡悦这次访美做了3件事。第一件事是坚决与中国对立，第二呢是坚决与俄罗斯对立，第三是完全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对朝鲜民族犯下的罪行。对于中国，尹锡悦与美国的官方表态基本同步了，提出中国大陆不能动用武力单方面的改变台海现状，意思是台独势力单方面的改变台海现状呢，韩国不会理睬，但是中国大陆如果因此动武，那就不行，韩国就要干预介入。对于俄罗斯尹锡悦表示，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杀害平民事件，韩国就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。谁都知道，美西方国家最擅长于做局，在乌克兰再发生一次不掐事件，那是手拉把卡的事儿。换句话说，韩国随时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。对日本，他表示韩国民众不应该老是纠缠100多年前的事情，让人家日本下不来台，应该不计前嫌，与日本一道，共同当好美国的狗。所以说，这3个问题都是当今国际政治的高压线，踩上任何一条都会给韩国带来灭国之灾。尹锡悦居然无所畏惧，强踩。台湾问题是中国的逆鳞，谁沾上谁吃不了兜着走，这就不用多说了。乌克兰问题，俄罗斯对韩国一直是留着情面的，虽然韩国与波兰等国家签署了大量的军售协议，新造一大批坦克和自行火炮替换波兰的旧装备送给乌军，但是俄罗斯一直默认为韩国是在美国威逼利诱之下的迫不得已。但是现在尹锡悦明确表态要从后台走到前台，这明确是要与俄罗斯作对，估计俄罗斯很快就会让韩国吃铁豆子。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与统治，比对中国的侵略还要早，还要残酷。早在唐代，日本就曾经出动水军入侵朝鲜，是因为唐王朝在白江口水战中击败了日军，才保住了朝鲜的新罗政权。明朝末年，日本幕府再次入侵朝鲜，万历皇帝是倾尽国力组织大军远征，再一次保下了朝鲜的国体。第3次就是甲午战争这一次因为清王朝的腐败无能，惨遭失败，朝鲜半岛终于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。朝鲜人民遭到日本人的残酷蹂躏，日本人对朝鲜民族进行过无数次的大屠杀。仅举一个例子，1923年9月1号，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，造成10多万日本人丧生失踪。当时日本媒体散布朝鲜人在水井投毒，朝鲜人引发骚乱，这毫无根据的谣言。日本军队和警察竟因此投杀了无辜的朝鲜民众6000多人，而且截至目前，日本当局不向韩方谢罪或赔偿，还不愿意澄清事实的真相。至于朝鲜慰安妇问题呢，更是人类文明的污点了。现在作为受害国的当家人的尹锡悦，却要族人们忘记过去，日本修好。尹锡悦如此跪舔，为韩国增得了什么利益呢？据媒体报道，尹锡悦的3个请求：韩国发展核力量，韩国电动汽车获得美国政府补贴，韩国半导体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自主权，这3个要求全都遭到美国的拒绝。尹锡悦如此的做派，不管原因何在，对韩国的未来都将是灾难性的。首先，日本将不会在领土主权和历史问题上对韩国有任何的尊重，更不可能做出任何的让步，而韩国民众的人心那就会指向北方，这肯定会动摇尹锡悦的执政根基。最主要的是，韩国不与身边的中俄处好关系，这可是分分钟就有能力将韩国从地头上抹掉的2个邻居。到那时候，可没有谁会记得尹锡悦的英文歌唱得好听哦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